来吧，又一个新玩具，千之恋出品《超级机器人大战 OG》里边的 SRX 的第二款 R2。哎呦，其实早在第一款的时候，我刚一开始感觉就发出来以后，很多人还在评论区那边大吐苦水啊，甚至有一些还在喷的，说你懂个屁！人家这么设计，绝对是为了当时 SRX 最后组合起来以后的一个结构稳定性的，所以你还是要看 R2 出来的时候，它能不能怎么去拆分。哎呀，我当时看见这个，你这个话在变形金刚圈子真的都已经落伍很久了。我可以说啊，就是玩过机器人大战的朋友们，或者说对 SRX 感兴趣的朋友们，应该能理解得到。R1 是唯一一个做成品玩具可以实现一体变形的，千之恋它都做成那样，你就别说这 R2 了，它肯定得拆碎了。我想象当中这个玩意儿最后也就跟当时造孽村的那个感觉一样，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玩意儿竟然比造孽村的还造孽，它比造孽村拆的还碎。那与其这样，你为什么把它称之为成品合金呢？这出个积木不好吗？这个玩意儿就更别说了 ，R3 这个肯定会拆得碎碎的。我决定先看一下说明书。他们说错了，不是有半本在合体，是多半本，半本还得绕两页。从这一页开始，它就开始展示合体了。啊！内容看起来其实并不算很多啊，因为第二页的这个吸塑里边其实只是一些武器的搭配，还有这个合体的天上天下大宝剑，以及这个支架、地台的一些部分。主体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么多，还有这么多的替换手，所以说其实没多少东西，但架不住它拆的碎。哇，好漂亮的剑刃！你看我就知道这玩意儿绝对是个替换件儿。所以那机头是不是又没用了？嘿，小剑，其实合体成大宝剑的时候都不用拔，直接可以塞进去，这个好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等会儿这玩意儿是不是并没有荧光效果啊？我还以为这玩意儿会是那种荧光的。我猜错了，这个地方是可以活动的，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双持，只有这么一点点，好迷你的一个尺寸。其实这玩意儿我操，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断了，靠！这玩意儿比魔方的擎天柱大不了多少。哎呀，其实也就这么点儿。你把一个小比例的铁工厂海拉斯摆在旁边，我觉得这俩人挺像的，但是也能感觉到这个玩意儿究竟多小了，它没海拉斯大。这个应该是 SRX 合体的手臂，所以就这个合体的手臂来看的话，应该不大，胳膊肘还齿轮关节的。我果然没猜错你呀，钱大爷。就这个还得拆零件拔，哎呀 ，SRX 合体一条手也就这么大，找个差不多的看看。所以我估计啊，目测一下。SRX 最后合体起来也就跟甲飞之虎这个尺寸差不多，手臂的这个比例是差不多的，包括拳头的大小也很像。所以要翻回来想想，这玩意儿性价比得多高！哇，它除了你不能这么说啊！现在魔兽做的这个也是纯原创的，人家也是自己的版权，这个性价比得多高啊！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本体的可动吧，在没有穿着装甲之前，肩膀的关节平举也就举到这么高吧。
被局限到了，360度旋转是可以的。别告诉我这玩意儿是个轴，果然是个轴。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转，曲轴可以达到90度，就是这种小方块曲啊。手腕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双球形关节啊，活动幅度还是挺大的。当然，我突然有点无语，因为这个变形啊，收纳这个手的时候，它是要拔出来再反着插一下的，这是千纸链的设计风格。与其这样了，你已经是插拔了，还得弄一个替换手，你说这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过分了。额外的配件，这个替换手，你可以把它加大。这个替换手的作用只是为了合体的时候能藏拳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玩意儿没有左右转腰。虽然骨架的这一块是合金件吧，但只能稍微弯一点点腰啊，幅度很有限。前提啊，就是因为太胖了，它的这些地方边边角角都会磨到，所以你前提如果说正常的话，只能踢这么一点点。没错，就这么10几度，只能踢这一点。这卡住了，你得把腰弯下来，让开这个空间，或者说直接往外转，跟这么踢，让开这个倒角的位置啊。好呆，这么看更像个钢坦克了。我一直就觉得这个玩意儿很像钢坦克啊。膝盖，哦吼，哎。膝盖弯折的时候，你得把它拉下来一段，再进行一个弯折，只能弯折45度左右。然后呢，腿后边这里有一个挡肉的零件，看似是个联动啊，其实就是加了个转轴，也没什么弹簧，让你在刮的时候，这个零件磨着这个边往回刮它，假装它会有一个联动。这聪明啊！脚踝左右有接地，前后能活动一定的范围，中间是一根合金的轴，但是活动，刚才我真的是一不小心，嘚儿就掉下来了。哇！啊！在盒子里边开的时候，它这有一支架，我就说它锁得这么紧。贴过来，哎，这回就可以解锁更多的可动姿势了。胯部，哦，我终于知道它的胯部可动。它可以往下撇这么一点点角度，哎，这瞬间长高了。然后你再前提还是个歪的，你得蹭一点点角度过来，然后把这个拉出来，哎，往上提，肩膀这里的一个小的噱头，终于能称得上是一点点变形的东西有了。肩膀这个位置可以翻起来，这个玩意儿竟然脱下来了。这难道是拿胶粘的？脱胶了，把这个盖子拆开，还得拆。哇，这个拔掉了，然后把拳头跟这么装进去。就是说，想要把手臂，其实就等于180度旋转。你给变形金刚里边这儿，也就是做一个伸缩的轴啊。也就是说，很好解决的是什么呢？这里做一个 Z 字的连接杆，拉到后边。Z 字的连接杆嘛，那你拉起来的时候，你这里就可以撬开了。然后这里做一个滑道，伸出来，旋转180度，再放下去。他为啥拆这么深？为啥？关键是插的还不紧，这些卡扣也挺松的，一捏还容易爆。这俩炮太重了，它这个关节不见得撑得住。看看，
这个骨架里边也有好多合金架，是为了给 SRX 合体准备的。哈哈，我知道他为什么给支架了。装上肩炮以后，这个肩膀会锁住，锁死了以后，肩膀的这段关节几乎是打不开的。这个玩意儿不用支架根本就是站不住的。这个 R2 主体的下半盘是没有任何的齿轮关节的，身上本身合金骨架非常的重嘛，所以你站立起来的话完全的撑不住。再加上你看这个脚踝的关节几乎是空的，很细的一根轴，所以怪不得它在拆盒的时候啊，身体上面就已经给你搭载了这个支架的托。一个是这个支架的托啊，可以锁住它的胯部，让它的胯部不至于往后仰倒掉。第二个，它就是让你插支架的，你不插它是不得行的。我不知道它最后合体起来以后要稳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，但就目前来看的话，起码它合体的 SRX 的肘关节还是有齿轮的。R2 可想而知要拆得很碎，而去怎么包裹它？那我翻回来还是那句话。即使说能完全一体变形，最有可能做一体变形的 R1 它都拆成了那个样子的话，那 R2 必将是要拆得更碎的。到了 R3 那是更进一步的碎，而最后组合起来的 SRX 能不能保证一个稳定性，我现在不敢有什么预测啊，但愿它好吧，我挺看好千之恋的。毕竟他能把 SRX 这个题材终于给你做了出来。在一开始公布的时候，我非常期待这一套 SRX 能带给人们一个怎样的体验啊。首先我第一个预估错误的就是它的身高尺寸，我想象中这个 SRX 应该非常巨大，因为之前玩过造孽村的那个，虽然说那种合体的垒起来的方式很不爽吧，但起码造孽村在一些造型上面做的还是可以的。而千之恋吧，素来以这个成品合金机甲名声著称，包括它的售后服务啦，还有一些做工的内容，其实也都是不错的。但这一次的 SRX， 我想象当中，我以为它是一个完全变形合体的，因为实在市场上太需要一款能完全一体变形合体的 SRX 了。但是想想如今的技术难道真的做不出来吗？这些第三方变形金刚的这些厂商们，我觉得应该能做得到啊。但是千之恋它是真的做不到。千之恋这一波设计师用的就是造型村的，只不过是他们把之前的一个设计拿出来重新优化了一下，做成了这种塑料以及掺杂了合金的东西，放弃了一些大胶的材质，结果做出来就是个这样吧。不管怎么样吧，反正我们最后还是要看它整体的合体效果以及完成度的。而且现在合体的图片已经公布出来了，造型来说自然是很棒了，但可能取舍掉的也只有它的一个把玩的过程了吧。这一套真的不适合把玩。如果说之前的 R1 出来以后评价它可能有一些草率的话，那么这款 R2 带给人的体验真的就是积木。虽然啊，这两款的 SR 超合金现在已经非常的稀有了，市面上面已经炒得挺高的了，二手市场上面炒的确实挺厉害啊。但是曾经这个东西万代当时出时候，我记得才不到200块。想想那个年代真的很棒啊，那个年代能收到这些东西真的很美妙的。现在已经不会再出了，挺可惜的。但其实如果说配 SR 超合金的话，难道说千之恋这就是它的出发点或者说目标吗？现在的合体我们先抛开一边，就这款单体 R2 的素质而言，它是真的连一个 SR 超合金的做工素质都不如的。只能说
它连最起码的稳定度都达不到，关节的这些支撑力度，那只能说它是为了合体去取舍掉的。那这么取舍的话，你最后又是一个积木式的垒起来的拼装，你有啥值得取舍的呀？你取舍了半天，取舍到单体连站都站不住，也就这么回事吧。